你家里是否有放了好几年的茶叶？许多人看到茶叶包装上印着的有效期限早已过去，往往二话不说就把茶叶当垃圾扔掉。然而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所谓过期的茶叶，其实随着时间推移不减反增，身价甚至比黄金还贵。特别是有3种类型的茶叶，存放时间越久，不仅香气风味更佳，价值也节节攀升，简直等于替子孙后代存下了一笔财富。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茶叶养生价值的重视，甚至兴起了一股老茶热。不少茶友以拥有老茶、喝老茶为自豪，觉得喝的不只是茶水，更是岁月陈酿的精华。市场上有些多年陈放的老茶标价不菲，引得藏家们趋之若鹜。由此可见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可不是耸人听闻的噱头，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茶圈里的趣事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现象，为什么有些茶叶放越久越值钱，以及究竟是哪3种茶叶能够越陈越香，为什么它们能老得像宝贵的古董一样。首先，我们得了解什么是茶叶的过期。日常生活中，食品都有保质期，茶叶包装上通常也印着生产日期和建议保存期限。不过，茶叶的保质期更多指的是最佳风味期，而不是像牛奶变酸那样的绝对变质日期。不同类型的茶，因为制作工艺和发酵程度不同，能保存的时间长短也大不相同。有的茶确实不宜久放，过了那个时间，口感香气就衰退殆尽，甚至可能变质不能喝。但也有的茶不仅耐得住岁月，还能在陈放中进行奇妙的转化，变得更加醇厚可口，甚至身价暴涨。举例来说，常见的绿茶、黄茶包装上多标注保质期约1年半左右，红茶和乌龙茶一般为2年至3年，而黑茶、普洱茶、白茶这类茶的包装上往往干脆写着在适宜条件下可长期保存，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保存得法，它们没有严格的过期日期。茶叶在传统上依制作工艺和发酵程度分为6大类：绿茶、黄茶、白茶、青茶、乌龙茶、红茶和黑茶。其中绿茶是不发酵茶，讲究一个鲜字，新茶清，新鲜爽，但绿茶非常娇气，保存时间最短。黄茶轻发酵，特点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，也不适合长期存放。乌龙茶是半发酵茶，红茶是全发酵茶。这2类茶叶的保存性比绿茶好一些，一般可以放个2-3年不成问题，但也不属于会随着年代大幅升值的类型。真正能越陈越香的是白茶和黑茶这2大类，而我们平常听得最多的普洱茶，其实正是黑茶的一种，因此也具备这种陈化升值的特性。我们先来说说不宜久放的茶类。绿茶和黄茶因为没有经过或只经过极轻微的发酵，茶叶内富含的清香物质和鲜爽滋味在制成后存留，但这些美好的香气随着时间很容易散失甚至转变。绿茶如果放上1-2年，颜色会发黄，香气和口感都大打折扣，几乎只剩淡薄的味道。就算没有受潮发霉，过久的绿茶喝起来也没啥滋味了。从化学角度讲，绿茶中一些决定清香滋味的物质，如儿茶素、叶绿素、维生素 C 等，极易氧化分解，时间一长，这些成分降低，茶叶品质自然大打折扣。打个比方，新鲜的西湖龙井色翠香郁，而存放2-3年的陈龙井却颜色泛黄，香气寡淡，风味早走样了。所以绿茶讲究新鲜，新茶上市后通常半年内到1年内喝掉为佳，绝不会有人去存放多年再喝。同样，黄茶因为工艺上只是轻发酵，鲜爽度也会随时间衰减，不适合久藏。红茶及功夫红茶、祁红等全发酵茶，虽然香气醇和，但一般也以新茶风味最佳。红茶放久了不至于像绿茶那样走味严重，但其茶香也会逐渐减弱，茶多分氧化使汤色变暗，滋味变得平淡。因此绿茶、黄茶、红茶这几类基本上在包装标示的2年左右，保质期内饮用完毕，口感最佳，过后品质就难以保证了。那么为什么另一些茶叶反而适合长期保存，甚至年份越久品质越好呢？关键就在于发酵和陈化。所谓发酵，
在茶叶制作中包含了酶促氧化和微生物作用两种情况。有的茶在制作过程中就进行了部分发酵，有的在后期存放中还会继续缓慢发酵转化。如果茶叶本身工艺允许后续转化，而且保存条件又恰到好处，那么时间就不再是敌人，反而成了最好的朋友。岁月让这些茶内部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变化，苦涩物质减少，香气物质转为成熟醇厚的沉香，甚至茶性都会改变。久而久之，茶叶就像被时间酝酿出新的风味。其实茶叶的陈化有些类似葡萄酒的窖藏或威士忌的橡木桶陈年。新酒往往刺激辛辣，但经过多年沉睡，酒体会变得醇厚顺滑，香气丰富。茶叶也是如此，不过原理略有不同。酒是在密封瓶中，主要靠自身化学反应慢慢成熟，而茶叶的变老则需要与空气和环境微生物相伴，逐渐氧化发酵。也有人把收藏老茶比作投资老酒，需要好的原料、妥善的保存、足够的耐心，最终才能收获一杯岁月佳酿。常听人说越陈越香，指的就是这些可以长期陈放的茶，例如普洱茶、白茶，以及广义上称为黑茶的一些后发酵茶。这些茶往往在出厂时还比较深烈或平淡，但是经过几年、十几年，甚至更长时间的储藏之后，反而变得更好喝。此时的茶往往被称为老茶。老茶不是变质的茶，而是经岁月陈化后成熟升华的茶。当然，这一切有个前提，得储存在适宜的环境下，不能受潮发霉或受异味污染。如果保存不当，任何茶都可能变成一堆没法入口的陈年废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白茶、黑茶和普洱茶，某些经过反复烘焙的乌龙茶，如铁观音、武夷岩茶等，也能较长时间保存并风味不减。不过这类老乌龙茶通常需要每隔1-2年重新以炭火清焙，驱除湿气并稳定品质，属于较特殊的保存方式。相较之下，不经额外加工就能越放越香的，还是白茶、黑茶和普洱茶更为典型。听到这里，你一定很好奇，究竟是哪些茶可以越放越香，变成价值连城的宝物呢？别着急，下面我们就来逐一揭晓。第一位上场的是白茶。白茶是6大茶类之一，属于轻微发酵茶。它在制作时非常天然简单，不经过杀青不揉捻，只经日光萎凋和干燥2道工序。因此新制成的白茶，茶叶外观保持了本来的毫白芽尖，汤色浅淡，香气清新雅致。白茶的代表品种有白毫银针、白牡丹、寿眉等等。刚做出的新茶滋味清甜，带点花香和毫香，喝起来轻柔鲜爽。白茶有一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：1年茶，3年药，7年保。意思是说，白茶存放1年之内还只是普通的茶，存3年以上就宛如良药，到了7年以上则珍贵如宝。这话怎么理解呢？原来白茶在存放过程中会发生缓慢的自然发酵和氧化，随着年份增加，白茶中的多酚类、黄酮类等物质含量会逐渐提高，茶汤颜色也从刚开始的杏黄转为橙黄、深黄，甚至10多年后呈琥珀色或红褐色。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变坏，反而使得茶的滋味变得更加醇和甘甜，刺激性下降。简单说，新白茶性质偏凉，带有清新的花香，而老白茶随着时间推移，茶性转温，入口滋味更加圆融，还会生出陈年的药香和枣香。在福建等白茶产区，老白茶一直被当作家庭常备的良药，有经验的长辈会特地存一些白茶，留待几年后备用。据说3年以上的白茶对感冒发热、喉咙疼痛、燥热上火等症状有显著的舒缓作用，被称为白茶仙草。相传在上古尧帝时代，闽地有位太老娘娘以山中所产的白茶治好了孩童的麻疹，从此白茶便被赋予了神奇药效的传说。到了清代，文人周亮公在笔记《明小记》中记载，白毫银针产太老山红血洞，其性寒功如犀角，是治麻疹之圣药。可见古人早已发现白茶，特别是陈年白茶在清热解毒方面的奇效。白茶陈放多年后，药用价值提升，
正是顺口溜中药的含义所在。当然，这里说的药并非真当药吃，而是形容其保健功效明显增强，对人体有益。除了保健价值外，老白茶在茶友眼中还是难得的佳名。随着存放时间增长，白茶的香气从鲜嫩的花香慢慢转为沉稳的沉香，喝起来少了几分青涩，多了一份甜醇。特别是保存5-6年以上的老白茶，滋味变得滑顺，几乎没有新茶那种刺激的苦涩感。茶汤入口温润如玉，让人感到身心舒畅。喝一口年份久远的白茶，你仿佛能品味到岁月沉淀下来的幽香与甘甜。老白茶的价值也会随年份水涨船高。一般来说，存放超过5年的白茶就可称为老白茶，10年以上的老白茶已非常稀少。许多老茶客愿意高价收购那些早年存下的老白茶，因为白茶制作工艺简单，不添加任何人工香味，所以它能真实呈现出时间带来的风味变化。一饼年份久远的寿眉白茶，可能价格是新茶的数倍甚至10数倍。有茶诗云：尝得深红3倍价，说的就是白茶随着年深日久，叶色转为深红褐色，价值能涨到原来的数倍甚至数十倍。近年来，白茶在市场上的表现也颇为亮眼。过去白茶名气不及绿茶、红茶，但随着老白茶功效被宣传开来，价格一路上涨。在福鼎产区，一些存放10年以上的白毫银针和寿眉，早已是有价无市的珍品。哪怕只是饼状的老寿眉茶，一小片也可能卖到数千元人民币。许多茶友感叹，现在的老白茶越来越喝不起了。可见白茶越陈越宝这句话并非虚言。第二种不能扔的宝贝茶叶，想必很多人都听过大名鼎鼎的普洱茶。普洱茶产自云南，以云南大叶种茶青为原料制成，属于黑茶，也就是后发酵茶的一种。坊间常说普洱有生茶和熟茶之分，其实指的是普洱茶不同的制作方式。生茶是新鲜茶叶，杀青后直接晒干压饼，不经人工渥堆发酵。熟茶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发明的人为快熟发酵法，使茶叶提前进行堆积发酵，汤色变红，滋味变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普洱茶的生茶和熟茶在盛放上略有不同。生茶本身没有经过渥堆发酵，新茶时刺激性强，更适合长时间慢慢陈化转变风味，可谓越老越好。而熟茶已在人工发酵下变得醇和。一般认为，存放10年左右，风味即达巅峰，再久之味提升有限。因此，收藏普洱时，常有人偏好购买生茶自行存老，以其获得最大的陈化惊喜。无论生茶、熟茶、普洱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适合长期存放，而且陈化的越好，价值越高，越陈越香，几乎成了普洱茶的代名词。新制的普洱生茶往往滋味强烈，带有明显的苦涩和青涩味，不少初喝的人可能不太习惯。但如果将这饼生茶静置储藏几年，你再打开来冲泡，会发现苦涩减淡，香气变得馥郁温润，茶汤也更柔和顺口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老茶普遍对胃刺激较小，茶叶里的咖啡碱和部分茶多分随的时间发生转化，聚合含量降低，茶汤变少了刺激性，多了温润感。许多老茶客都觉得喝老茶对胃更友好，甚至有养胃效果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普洱茶为什么会被发现越放越好喝呢？这得从它的历史说起。相传在古代，云南的普洱茶作为茶马古道的贸易商品，被马帮长途运输到西藏、四川等地。在漫长的运输和储存过程中，茶叶缓慢发酵干燥，等到收茶人打开茶包时，发现茶饼颜色变深了，冲泡后滋味反而比新茶更加顺口醇和。这意外之喜让人惊艳。渐渐的，人们开始专门保存普洱茶，希望通过岁月让它升华出更加风味。久而久之，纯老茶理念深入人心，普洱茶也就形成了独特的陈放文化。老一辈茶友常说，新茶刮胃，陈茶养胃，意指新普洱刺激性强，而陈年普洱温润养胃。据说清朝慈禧太后也喜欢喝今年存放的普洱茶，认为这种茶暖胃养颜，长期饮用对身体大有好处。对一些肠胃较弱的人而言，放了10几年的普洱茶入口顺滑暖胃，显然比刚制成的刺激性小得多。现代科学研究也发现，
经发酵陈化的普洱茶含有多种有益菌群和樟醇等物质，可能有助于降低血脂与促进肠道健康。虽然功效因人而异，但不少爱好者相信每天喝点陈年熟普洱有助于消脂解腻，保持体型。除了好喝，老普洱更令人咋舌的在于它的价值升幅。有人形容普洱茶是可以喝的古董，时间给予它的不只是风味，还有身价的飞跃。早在21世纪初，东南亚一带就掀起过收藏普洱的热潮，一些几十年前的老茶饼被炒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。例如云南茶区50年代出产的红印原茶，存放60余年后，现在市面上一饼茶的价格可以上百万元。台湾有茶人透露，现今在拍卖场合，一片老红印普洱茶饼可能价值台币250万元左右。当年它原本只卖1000多块钱，岁月让它身价暴涨了数百倍。还有被茶友奉为传奇的88青饼，1988年前后出产的一批生普洱青饼，存至今日茶饼已有30多年，市场价格也是较初时翻了几十倍，甚至有人因为早年投资囤积普洱老茶而大赚，其收益之丰厚堪比炒房。普洱茶的价格之高，甚至出现以克论价比拼黄金的说法。事实上，老茶在拍卖市场上的表现足以让人瞠目。2005年，广州一场茶叶拍卖会上，7饼50年代出产的旧普洱茶，俗称红印原茶，以16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，震惊业界。折算下来，每公斤普洱茶价值超过220万元。相比之下，当时黄金的价格每公斤还不到80万元人民币，老茶之贵可见一斑。又比如2013年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中，一筐据称存放超过100年的广西六宝茶拍出了近50万港币的价格。要知道，这只是一筐供人煮着喝的黑茶，其价值却相当于一台豪华轿车。这些极端案例虽然是少数，但足以证明真正优质的老茶确实能卖出超乎想象的高价。正因为如此，有人打趣说，与其存钱不如存茶。当然，这话听听就好，毕竟并非所有茶都能变成黄金。当然，不是所有普洱都能变成黄金，只有品质不错的茶品，经过多年妥善保存没有变质，才能发展出令人惊喜的沉香和口感，进而获得市场青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2007年前后，普洱茶在中国市场一度被热钱炒作，价格扶摇直上，一些新茶价格都被炒得比老茶还高。然而随后泡沫破灭，许多高位接盘的人惨遭亏损。这场普洱茶风波提醒人们，老茶虽好，但也要理性对待其市场价值。只有真正懂茶、爱茶的人，才能在老茶身上得到长久的回报。盲目跟风投机，反而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普洱茶的收藏价值虽高，饮用价值同样重要。手头若有几年陈期的普洱茶，不妨隔三差五拿出来冲泡一壶，也是人生一大享受。每隔一段时间重温，你会发现茶汤滋味和前次相比又有细微变化。这正是普洱茶迷人之处，岁月在茶香中流转，每一泡都像在阅读一部时间的小说。而如果家中长辈遗留下珍贵的老茶，更是无形的财富。它不仅价值不菲，更凝聚了常年的故事和情感，一如窖藏多年的醇酒，开封时满载回忆与惊喜。最后要介绍的越放越值钱，主角是茶类家族中的黑茶。黑茶这个名词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，但其实黑茶是中国6大茶类之一，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类茶。所谓黑茶，并非指茶汤呈黑色，而是指它是一种后发酵茶。茶叶在制作完成后，仍会在存放过程中持续进行微生物发酵和氧化。普洱茶其实就属于黑茶范畴，不过因为普洱太有名了，往往大家会把普洱单独列出，而其他不在云南产区的黑茶，例如湖南黑茶、湖北老青茶、广西六宝茶、四川藏茶等，也都是可以长期存放，越陈品质越好的茶。黑茶通常采用比较粗老的茶叶原料，比如茶树的成熟叶片和茶梗，经过杀青、揉捻、渥堆、发酵和压制成型等工序制成。刚制好的黑茶新茶，有的带有一点樟木味或烟熏味，口感比较浓烈深涩。然而，把黑茶存放一段时间后再喝，你会发现它像变了一种茶室的滋味，变得醇和顺滑，
甚至散发出独特的沉香。顺带一提，许多适合久放的茶叶往往制成紧压形态，饼茶、砖茶、沱茶等，这不仅便于贮运，也有利于保存时减少与空气接触，让茶叶内含物慢慢较长。例如普洱茶通常压成饼或砖，白茶则有将寿眉压成饼的做法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量。当然，善茶只要密封保存良好也能变老，只是风味转化可能不及紧压茶浓厚。以湖南安化黑茶为例，当地有名的黑茶产品千两茶将近1人高的大茶柱，往往存放多年才开切品饮，茶汤红亮，喝起来甘甜顺口，被称赞有陈年米香。又比如广西的六堡茶，陈化后常带有槟榔香，茶性温润。一些品质好的六堡茶在东南亚市场极受欢迎，香港茶楼里老六堡茶常被视为宝贝，用来招待贵客。黑茶中一个很具特色的品类是茯砖茶，产自湖南安化等地。茯砖茶在制作时经过特别的发酵工艺，存放一段时间后，茶砖里会自然长出一种黄色的菌花，称为金花，学名叫做冠突散囊菌。这些金花让茯砖茶的茶香带有独特的菌香和麦香，有人说闻起来像谷物发酵的甜香，非常舒服。民间还有金花茂盛，岁月加成的说法，意思是茯砖茶存放年份越长，金花越充分，品质越佳。老茯砖茶不仅口感佳，还被认为有助消化、软胃和降脂的保健作用。因此，早年西北的边疆牧民把黑茶当作日常生活必需品，有宁可3日无粮，不可1日无茶之说。他们喜欢喝的奶茶、酥油茶，多用陈年的黑砖茶熬煮而成，那股醇厚的茶汤滋味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和热量。随着近年来老茶热的兴起，黑茶开始被更多人认识和收藏。许多几十年前的老黑茶，如50、60年代的湖南黑砖、老六堡茶等，现在在茶市上都属抢手货。一块普通包装的50年代茯砖茶，如今可能要拍卖到数万元甚至更高价位，收藏价值惊人。比起动辄上百万的老普洱，老黑茶的价格或许还没那么夸张，但也绝对称得上比黄金还贵。至少在某些特定年份和品质上，黑茶的单位重量价格可以和贵金属一较高下。而且黑茶本身还具有饮用价值和药用价值的双重吸引力，可喝可尝，怪不得许多人家中有老黑茶的，都把它们奉若珍宝，不会轻易舍得拿出来，更别说扔掉了。说到这里，不妨插入一则老茶农的故事。一位广西的老茶农曾分享他的亲身经历，他年轻时酿造了一批六堡茶，装入土缸密封好，藏在自家庭院的地窖里。后来他外出谋生，这批茶一放就是30年，无人问津。直到近年返乡，他无意中想起这坛老茶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启一看，只见茶叶早已变成深褐色，余香满屋。他当即煮了一壶茶汤，红亮透彻，喝入口中只觉醇厚甘甜，毫无陈杂异味。这位茶农激动地感叹，没想到我自己存下了一笔大财富。原来当地茶商得知后，愿意出高价收购他的老六堡茶，那价格令他瞠目结舌。这几缸陈年老茶的价值竟相当于他多年打工收入的总和。这个故事正是老茶价值的生动写照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也明白了，不是所有茶叶都值得长期存放。如果家里有绿茶、红茶放了很多年，恐怕只会变成没有香气的陈化茶渣，那还是早点拿去浇花或制作茶叶枕头比较实际。但如果发现家里压箱底有前面提到的白茶、普洱茶或黑茶，而且保存情况不错，那可千万别丢掉，这可能是无心插柳种下的摇钱树。当然，要让这些茶真正变成价值连城的老茶，科学的保存方法很重要。一般来说，茶叶保存要记住4个字：干燥、避光。干燥就是保持茶叶不受潮，环境湿度低于 60% 最好。一旦受潮，茶叶很容易发霉变质。避光则是避免阳光直射，因为光线会加速茶叶里成分的氧化和分解。另外还要密封隔绝杂味，因为茶叶极易吸收异味。如果茶叶周围有樟脑丸味、油烟味等，都可能被吸附进茶里，让老茶变臭茶。所以储存老茶的容器最好用无异味的材料，常见的有紫砂罐、陶瓷缸
或者食品级纸箱内衬、防潮膜等。同时，阴凉通风也很关键，存茶空间不要太热，温度过高会加速茶叶变质，但也不能密不透风，要有空气流通，以利于茶叶的自然陈化，但又不能放在有异味的封口。另外，如果要辨别家中的老茶有无变质，可以注意以下几点：一看茶汤颜色，正常的老茶汤色虽深，但清亮通透。如果泡出的茶汤发暗发黑，浊而不清，可能已走味。二闻气味，陈茶应有悦人的沉香。如果茶叶带有明显的霉味、油哈味或樟脑味，那多半是吸附杂味或发霉了。三捏手感，新茶和好老茶都是干燥松脆的，若陈茶捏起来发软发黏，那就是受潮变质了。遇到以上情况的茶叶，就算曾经再名贵，如今也失去饮用价值，只能忍痛弃置。此外，茶叶市场上也有以次充好的假老茶，有的不肖商人为牟利，会将新茶置于潮湿高温环境中快速做旧，让茶叶外观颜色加深，以冒充多年陈茶。这种私仓茶往往带有霉变气味，不但风味欠佳，甚至可能对健康有害。我们购买老茶时一定要擦亮眼睛，选择信誉可靠的渠道，必要时请教内行，以免买到假老茶上当吃亏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在适宜的条件下，白茶、黑茶、普洱茶确实可以长期保存，但并非放得越久越好到没有止境。一般来说，当茶叶的内含物质转化达到一个平衡点时，品质提升的幅度就趋于平缓了。比如普洱茶可能在20-30年后就达到巅峰状态，再往后如果环境不佳，反而可能走下坡。另外，人的口味也有限，沉香虽好，但存放太久的茶若缺少活性，滋味可能变得平淡。因此，老茶虽好，也不必一味追求年份极长，只要在适当的年限内，风味最佳时品尝，就是对岁月恩赐的最好享受。总而言之，过期茶叶该不该扔，要看它属于哪一类。对于那些本就不耐久放的茶，该喝快喝，过期就果断处理掉。但对于白茶、普洱茶、黑茶这些陈年会升值的茶中瑰宝，我们可要像对待老酒一样善加保存。它们有的比黄金还珍贵，那可不是说笑。想想看，一罐不经意间遗忘在角落的老白茶，或者一柄父辈留下的旧年普洱，也许多年后就是价值连城，甚至成为子孙眼中的传家之宝。老茶承载着岁月的记忆与情感，正所谓茶壶里煮出了人生百味。如果真有一天打开珍藏多年的老茶，不管是品饮也好，拍卖也罢，都别忘了这片茶叶所走过的漫长岁月。所以下次清理橱柜时，别再轻易丢弃那些过期的茶叶了，说不定它们正是默默为你积蓄财富与健康的宝业呢。说不定若干年后，您的儿女孙辈打开您留下一罐老茶时，会感激您当初的远见，因为那不仅是一份物质财富，更是一段历史的味道与传承。